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一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满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。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是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这回正好没啥事儿，可以发福利。通过拼多多联系到了泰国原产地，准备了上万斤的金枕榴莲，1块钱就有机会秒杀到5斤重的榴莲，基本都是五房肉，香甜软糯，而且味道香浓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只要链接在就是还没抢空，你们抓紧去掏它。我还做2盒烤榴莲，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。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的也举不动啊。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一只烤光皮儿，一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天暖和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2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带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不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，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青菜打发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我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是裤子烧漏了，这事整的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瘦烧，看没看着？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趴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！完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开始炫爬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其实剩挺多呢，我这一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哎呦啊，这汆锅底儿也没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张罗汆锅底儿。早上他安排我去买海鲜，他买酸菜。我说咱俩一起去买海鲜呗。他说不行，买酸菜重要，买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点养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。我就纳闷，我一个独生子，他怎么想不明白呢？还是我妈实在，我买东西回来发现她给我找个这么大盆，我说我也不是上货去了，至于吗？但这个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东北的海鲜汆锅底了解一下。我实在没想到这大铁锅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这只没挤进去的让我们包饺子了，这只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主要是给酸菜借借味儿。这只是我姑，大伙都在那吃虾呢，她干一盆虾片。
好在我弟没随他呀，上来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虾。这家伙3口1只虾，吃的自己直上头，完了又干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，这玩意儿零糖零卡不怕胖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你说吃着海鲜喝着外星人，1斤称不长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们家这些活爹呀，说愿意吃饺子，全回屋包饺子去了。时间过得飞快呀，他们再出来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说今天到这吧，这给我二哥急的呀，说别介呀，生蚝还没下呢。你说他包2个小时饺子，他不惦记，他惦记外面那点生蚝。这帮夜猫子越吃越饿呀，这羊肉馅和螃蟹馅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来了，就连这痛风的饺子汤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我爸问我啥意思，我说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冻得嘶哈的，还整挺快乐那出的意思。我最近收着一份超大的快递，是我一个卖海鲜的朋友在听说我爱吃虾干之后给我寄了200斤活虾。我收着快递的时候都懵了，我寻思从来也没见过谁给人送吃的直接送原材料的呀。那我心说这不只是活虾呀，这不他妈纯纯是我活爹吗？但是虾都到了，也来不及骂街了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虾我们处理的老仔细了，每只都抠了脓包和虾线，而且为了能保证成品尽量完整，我们是从虾脖子那抠了个小缝，挤的那个脓包，完了再把那虾线连根拔出来。要是拽折了，还得用牙签把剩的虾线再挑出来。这200斤虾大概得有2700-800只，那处理完之后给我们手都要扎烂了。不过煮虾的时候实在是太满足了，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鲜的味儿，相当于是一锅汤里煮了3000只虾，那屋里那味儿浓的呀，我感觉谁要是狠身喘一口大气儿，当场就得痛风。这些煮好的虾放到烤箱里慢慢烤酥就行了。完了看炉的时候没啥事儿，玩手机正好刷着一个官方的今天活动，稀里糊涂点了2下就中了一个2024，没想到连转发拉人的套路都没有，2000多直接就提到微信了，估计是新出的活动，中奖概率高。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，能点开就是能参加，反正也不花钱，你们要没啥事儿也可以去试试运气。当然烤虾这事儿确实比我想象的要麻烦一点，烘干箱出一锅得15-16个小时，烤箱最快也得3-4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翻好几次面。我一共准备了3个烘干箱、6个烤箱，还有2微波炉，根本就打不开点。我寻思这玩意儿塞里就好呢，没想到还是个挺熬人的活。后来到半夜的时候实在挺不住了，还有20斤没装进去，我们这寻思都把它们吃了，那结果呀，好像没给自己撑吐了。这些虾整整烤了1天1宿，到最后200斤虾就烤出了40斤虾干，这个缩水率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。但是烤完了真的跟那些卖300多1斤的虾干是一样的，就外皮都烤酥了，一咬就成渣。虾肉是那种像比较干的鱿鱼丝似的口感，就越嚼越有滋味，完了还能吃出来虾的鲜甜。除了原味呢，我们还做了点椒盐和香辣的，我感觉哪味都挺好吃。也正是因为这虾干给我吃嗨了，我现在觉得其实有一个乱寄原材料的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。虽然我每次去他家买海鲜，他多少都得差我点秤。就这个菜呀，我都能想到美食博主会怎么推荐的。最近发现了一道超级好做的美食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学起来吧。哎，你说男朋友要是学会了，那他妈男同事干啥去呀？对不对？再点缀一下子。你说他还要男朋友有啥用？你得给我呀。鳗鱼饭，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这不茄子吗？虽然是茄子啊，但挺好吃，有那鳗鱼味儿。刚出锅更好吃。那也吃不着啊。吃不着你就站锅旁边呗，这不明白啥意思吗？